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东南部。100多年前，一群汉族人来到西藏，驻扎滞留，终生未能返回家乡。他们的后代遵其遗愿，将他们埋葬在这片高原土地上。墓地里的草黄了又绿，高山上的雪化了又凝。这里曾是古代进藏官道上的重要驿站，如今已成为西藏的商品粮基地线。高原的阳光洒满河谷，超6万亩青稞田在海拔3700米的土地上铺展成绿毯，养育着无数藏族儿女。这里就是西藏自治区的洛龙县，因盛产优质的青稞而被誉为藏东粮仓。养育世代藏族儿女的青稞到底是什么样？为什么这么多汉族人长眠于此？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现在又是什么模样？本期视频，我们一起去洛龙县看一看。高原上爬山。你们2个可能是前世的朋友。解锁人生新成就，吃生牦牛肉。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洛龙县了。我们从郭庆乡沿着349国道一直开了2、3个小时才开到这里。现在是晚上的10点40分了。我们今天就准备入住酒店了。等会儿带大家看一下酒店里的房间是什么样子。哇，豪华！床可真大呀！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洛龙县住的酒店。这边是洗手间，这是洗手台，马桶还是智能马桶的。这边是淋浴间，干湿分离的，不错。这边这里面是衣柜，这个衣柜里面还有浴袍呢。这边就是我们订的标间了，2张床，房间面积也挺大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休闲的小圆桌跟椅子，整体就是这样子的，还不错啊，干净舒适。我们订的这个酒店价格是246块钱1晚，这个价格在洛龙县来讲的话，属于中等偏上的价格吧。因为我们在订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洛龙县酒店呀，基本上都在170块钱以上，而且这个整个县里面也没有多少家酒店，总共可能有个10家以内吧。所以我们订了这个房间呢，因为它包含2份早餐，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去外面找吃的了，就直接在它酒店里面吃了。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酒店怎么样呢？陆总早上吃完饭给我带回来的爱心早餐，2个鸡蛋，他还贴心的放到这个剪刀上面。陆总总是干点出其不意的事情。吃2个陆总带回来的爱心水煮蛋。有点噎得慌。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它的位置不是洛龙县城中心的位置啊，它还是比较偏的。洛龙县这边的海拔呀，在3600米左右。今天的太阳特别大，特别晒啊，所以今天依旧是全副武装的一天。
大家看远处的山坡上那片绿油油的，那不是种的牧草，那是种的青稞。观看美景的路上，路两边一大片一大片的，全都是青稞。大家都听说过青稞，但是肯定很少有机会见到田里面的青稞是什么样的。我反正是第一次见到种在田里的青稞啊。洛龙县被誉为藏东粮仓，因为这里土地肥沃，盛产优质的青稞，所以我们今天借此机会就来到洛龙县的田间地头，带大家一起看一看西藏的青稞。洛龙县这边不仅种植青稞，我看这个青稞的田里面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在江南地区，比如说安徽或者是江苏南部这一带，油菜花盛开的时间是在3、4月份。但是洛龙县这边因为处于高海拔地区，所以这边的油菜花盛开的时间在6月份至8月份。现在我们拍摄这个视频的时间是7月份啊，所以我们能在大片大片的青稞田当中看到一片灿烂金黄的油菜花海。我现在走在这个油菜花田旁边，都能闻到那个香气扑面而来，而且这个油菜花上方飞着各种小蜜蜂和蝴蝶。在这片油菜花田的对过，有一些红色的花，这个应该是豌豆吧？友友们，这块农田可太魔幻了。现在在画面当中，那个长着朝天须的那个是青稞，然后在青稞的下方呢种的这个应该是豌豆，然后在豌豆的旁边呢，这个应该是燕麦吧。这一块农田里面种了青稞、油菜花、豌豆、燕麦，哈哈。虽然青稞是西藏地区的主要作物之一，但是这里也能种植其他的一些农作物，比如说有些地方就可以种植小麦、马铃薯、豌豆、蚕豆、玉米、核桃、甜菜、油菜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农作物都是可以在这里种植生长的。就在这片山谷中，路两边种满了各种的农作物，不过大部分还是以青稞为主。现在带大家来路边近距离沉浸式的观察一下青稞。大家看这青稞是不是有点麦子那味儿？它其实跟大麦有点像，它是大麦的一种，因为青稞也被称为裸大麦嘛。我戴这帽子跟田间地头的这个风格很搭呀哈。闻一下这青稞，看看有没有什么香气。没有什么很特别跟很特殊的味道，它就是那种很淡淡的，不仔细闻还闻不出来的一种淡淡的清香味道。而且这个须子其实摸一摸还是挺拉碴的慌的，我们淄博话叫挺拉碴的慌。我们在路上偶遇了一辆皮卡车，然后这个皮卡车连接着一架巨大的飞机，不知道它是要进行农田灌溉，还是要进行其他的什么作业。我们去看一下。哇，你好，我想看一下这个飞机是要干什么用啊？这个飞机这么大要干什么用啊？施肥哦，哇，好大的飞机！哇，我瞬间感觉到一丝凉意。飞一次飞20分钟。20亩。
20亩地。20亩地。哦，它是烧油的还是烧电的？电，烧电的。用油发电。用油发电啊？对。哦。它能飞多长时间充满一次？几分钟。几分钟？几分钟啊，这么快！它这个飞机下面喷洒着肥料。那咱们这个无人机在这边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啊？看情况，看天气。看天气是吧？就是只有当这种天气比较好、天晴的时候是可以。对，下雨就不能了。下雨就不能了。然后那种风比较大也最好不要打，风比较大那个，它要把药飘走，要吹跑。洛龙的农田从不吝啬馈赠，不仅养育着世代扎根的藏族儿女，也喂饱了无数其他生灵。可又是什么在哺育着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我们决定继续深入，一探究竟。这个农田的边上沿路修了一条水渠，水渠里淌着水，是从我右侧的这个山坡上淌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沿着这条公路，沿着这个水渠往上游走，找一找它的水源地是来自哪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条小河旁，前面那一条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一条河，它到了这个地方就一分为二了。像这边这个比较湍急的这一块儿，它就顺着这个河道就流淌下去了，在下游可能会经过村庄，然后在这个交叉点这里还有一条比较平静的河流，也是往下流淌去的，但是它是流到那边有一个小水渠，然后那个水渠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头在青稞田地旁边看到的那条小水渠，所以它们的这个水源都来自于同一条河流。这是刚刚那条河分过来的一些水到这个水渠里面，然后现在它顺着这个水渠往这边绕道而去了，然后我们能看到远方这个水渠一直这样拐到那边去了，就这样拐了一下，应该是去青稞田里了。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水是那个卓玛朗措的水吗？是的，哦。卓玛朗措是洛龙县城的母亲湖，当地人说它是观音菩萨的泪珠幻化而来的藏东圣湖，由大小21个湖泊组成，完美对应了藏传佛教中21个度母的传说。他们说它是有灵性的，旱季时从不干涸，雨季时也不泛滥，永远保持着恰到好处的温柔，守护着周围的生灵，也滋养着每一个走进它的人。去卓玛朗措的路上要走一段土路，颠簸的土路。其实按道理来讲，我们刚刚走的这一条叫580乡道，它已经没有路了，地图上已经不显示了，但它实际是有路的。友友们，我们已经在这一条连地图上都不显示的搓衣板路上开了至少5公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我们刚刚问了一个骑着摩托车过来的当地人，他说到那个湖还有18公里。Oh no！
好，谢谢。我们半路现在遇到了一个栏杆，好，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一个年轻的小哥把那个栏杆打开了，他让我们通行。这条路本来就不怎么好走，前面还有牛哥在站那儿。牛哥，哎，发现西藏这边的牛啊，都是那种，它虽然站在路上，但是它看你车过来了，它不堵路，都是非常有礼貌的牛哥。我们已经在这条搓衣板路上开了半个多小时了，我都快被颠吐了。但是这个地方虽然路不好走，窗外的风景是真的很漂亮。朋友们，看到那边的雪山了吗？啊，牛哥，嗨，牛哥，牛哥。牛姐。哦，不好意思，你是女的，牛姐你好。那边的雪山，那个湖应该就在雪山脚下，我们快到了。友友们，我们终于到了卓玛朗措的湖边，只能把车开到这里，再往前就得拿腿走了。在这个卓玛朗措旁边有一个水库，卓玛朗措里的水就这样从雪山脚下缓缓地流到山底。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这个山谷当中有一条河流，那条河流里面的水就是卓玛朗措的水。我们现在到湖边看一看。我们从那个大坝上过来，这边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到湖边。有一只牛，嗨。能给我让条路吗？谢谢，牛哥，谢谢你，牛哥。牛哥，你真是个大好牛，你别踢我啊！我从你后面走过去。嗨，哇，你这耳朵上为什么要戴着耳坠儿？绿色的，还挺好看的。你为什么要戴个绿色的？友友们，我现在被牛包围了。这只牛看起来还是比较温顺的，也不会攻击人，看到人类就会绕道而走。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其实是卓玛朗措的一个非常边缘的小角落，再往大山深处，在雪山脚下还有一大片湖泊，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已经下午的5点钟了。如果我们要走到雪山下的那片湖泊的话，至少还得1-2个小时。所以考虑到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到雪山下的那个湖泊边去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飞机的视角去看一下雪山下的卓玛朗措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再往前走一段，看看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哇，前方视线突然开阔，远处是高耸的山峰，在山谷中间有这么一抹像宝石一样的蓝色湖水，人间仙境啊！而且这里人特别少。现在的海拔是4320多米，这是一个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湖泊。卓玛朗措是藏语音译过来的，它就是字面的意思。或许友友们听说过很多藏族姑娘的名字叫卓玛，卓玛在藏语里面是杜母的意思。
杜母在藏传佛教中象征着慈悲与力量的女神，所以卓玛也常常被用作女性的名字，寓意美好。朗措在藏语里面就是神湖和圣湖的意思了。整体来说，卓玛朗措就是杜母圣湖的意思。此时此刻，我正在卓玛朗措的湖边，友友们，你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正在这儿拍视频呢，一只牛过来了，它的身上是白色的，但是脸是花的。牛牛，我们是好朋友吗？牛牛，牛牛，我们是好朋友对吧？牛牛，牛牛，来，来呀，好吃吗？牛牛？现在镜头里边是2只牛美丽啊，2只白色的牛美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突然就出现了。这就是缘分啊！你看它，你穿的也是白的，裤子也是黑的，它身上也是白的，脚也是黑的，对吧？我感觉你们2个应该是有什么前世的缘分，所以才能今天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湖畔前相遇。而且他一点都不怕人，他就在我脚底下吃草。他一点都不怕你，确切的说，我感觉他应该认识你。有这么玄学吗？真的，你们2个可能是前世的朋友，或者是说你们的灵魂在某个时空、某个时段、某个星球短暂的相遇，并且相逢相识过，不然他不会这么信任你的。你看那些其他的牛，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它都会绕着我们走，但是只有它安静的在你身边吃草，一点都不怕你。说的我都想跟他拜把子了。我们可以做好姐妹吗，牛牛？友友们，我身后的这个山坡上面有一些人在这儿露营。我看有一些是藏族同胞，他们在搞家庭聚会。刚刚有一个湖南的小姐姐跑过来跟我介绍，说她刚刚去跟这个藏族同胞聊了聊天。他们家最小的女儿，然哦后那个是外婆，这是外公，这是爸爸，这是妈妈。对，你可以问他们，爸爸听得懂。你们好，你好 ，Just delay，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他们可好了。你们在搞家庭聚会吗？对，上海玩。哇！你可以试一下他们这个。坐吗？对，坐。我早就融入他们家了。你看你这个都不知道怎么。这是入。我不吃，我不吃。你给他试一点，给他试一点点。我不吃，这是牛肉是吧？哇！那你给他切一点试一下。这是生的吗？对。哇，生的牛肉。对。是那个吧？这个感觉太那个了。开心吗？是那个吗？对。哇。吃那个。这个是牦牛吗？牦牛肉。哇，谢谢。这是生的呀？对，生的，我刚吃了。生的能吃吗？没事，它很热情。吃吧。又让我吃。我都咬不动。是咬不动。不用了，叔叔。我也不要了，叔叔。留这一块给你老公吃，睡觉了。谢谢。这种绝对是。我觉得这够了，可以了，谢谢叔叔。不要了。这是生的牛肉。哪个嘛？他们这种绝对。吃几个嘛？我不吃西瓜，谢谢你。我等一下吃。这几个。牦牛肉，生的牦牛肉。我吃一个。哇，我第一次吃生的牛肉啊。但是其实感觉还不错，但是我们一般吃不惯。谢谢。谢谢。哎，这西瓜冰的，你来一点。我不要，我吃这个就可以。我们也没带什么东西可以。我帮你送了，我刚刚注意了很辣条。我也没，车里没什么吃的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太临时了。没事。
你们第一次吃的话，有吃多的话会拉肚子哦。是吗？我们平时吃嘛，习惯了不会拉肚子。你们是经常生着吃吗？对，生着然后干一下，就直接吃，不是拿来炒菜之类的。炒菜的这个太硬了。感觉他们有生的菜，他们特别好，他们家风很好，就真的就是一个微笑，然后他就招过来就说你吃不吃，吃不吃。我们一路过来确实能感受到特别生活在这儿人特别热情。对，太热情，别人就觉得有点不行。解锁人生新成就，吃生牦牛肉，嘿，挺好吃的，但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点难咬。而且味道也喝茶吗？你们带那种杯子了吗？没有，你们喝就可以，不用管我。我们是做那个茶。你们是每周都来这儿吗？不是，今天就过来，平时都没时间过来。我拿你爸的那个盖子给我试一下你那个茶，那个盖子。哦，这盖子吗？对，给我试一下你们的茶的话。我帮你搓一下。藏族朋友露营跟汉族差不多，都是带水果，带吃的喝的。哦，你真该试一口，有点酸，你真该试一口。他那个帮你把碗擦了，你就。我不用，谢谢叔叔，谢谢。哇，这个蹭吃蹭喝，你把我们吃的都拿过来吧。我们就剩这个了。那也是心意，给他们。我们就剩这个了，没有别的了。要分一下吧，还是？我们就带了2根火腿肠，有点寒酸。不好意思。放在这里，等会儿可以用刀切一下。好。有点寒酸。太临时了，没准备。要是知道有这啊，对。我就要这一点点就可以了，好，谢谢你。你拿了车代替，我只用这一点点。他们家庭氛围特别好。你们家都很棒。哇，这茶好好喝，酸酸的。真的，他们这种，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吃法。说你让他，我让他，我想看一下。像韭菜，生韭菜。这个是，这叫什么菜呢？古巴，有点像韭菜。然后这边有个盐是蘸着盐吃。我来尝尝一下这个。你蘸点盐。我直接尝一下它原本的味道。古巴。哦，有一点点韭菜的那个辛辣味，但跟韭菜好像还不太一样。好神奇的植物，非常幸运的加入了一户藏族人家的露营野餐，然后还品尝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牦牛肉，他们真的是生吃牦牛肉啊！那个牦牛肉，说实话，能品尝出它淡淡的肉香味儿。它就是把那个肉，应该是把牦牛肉晒成干之后，然后直接用刀从那个肉块上往下蒯、往下刮。稍微能吃出来一点点的这个那种生肉的腥味儿。因为我也浅尝了一下吧，但我的肠胃是真的非常的不好啊！晒干的生肉撒上盐巴，然后会有一点那个肉香味儿，但是也有一点肉腥味儿，所以吃不惯的还是少吃为好吧，简单尝一下。大家看，野生的小兔子，这个搓衣板路旁边就是各种灌木丛，还有各种草，好多小兔子都在这儿跑来跑去的。我们这一路上遇到了非常多的野生的兔子，这兔子都是野生的。这兔子怎么看起来这么拘谨？它在看什么？吓跑！这条搓衣板路的两边都是各种灌木丛和草坪。我们来的时候，以及我们现在往回走的时候，这个路两边啊，已经见到了不下20只兔子了，全都是各种兔子。现在前面又有一只，我拍一下，我拍一下。2只，跑进去了。哎，在那边。由此可见，这里的生态是真的非常的不错啊。
友们，我们现在要逛一下这个洛龙县的县城。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了，正是放学下班的时间，所以这条街上特别热闹。这条街叫团结路，应该是县城的主路之一。这个路口特别的繁忙，人来人往，车来车往。这条街的商户每一个门上都插着5星红旗。这个洛龙县还有一个大润发购物中心。这边是一个菜市场。这菜市场不仅只卖蔬菜，还卖水果、肉、生鲜，什么都有。牦牛肉，然后哇，这么大一个牛头，小狗狗，哇，后面这些全是卖蔬菜、卖水果的水果摊儿，有石榴、李子、杏、桃、香蕉，挺全。这个李子怎么卖的？这个也7块是吧？700。这个是怎么卖的？这石头？8块是吧？拿个袋儿称一下吧。那我们买点这个杏子和李子吧。咱们这边有本地产的水果不？本地现在没有。本地现在没有啊？那什么时间有啊？还有得几天？还得几天？大概还得多长时间？ 1个月或者2、3个月。啊，1个月。是什么水果？苹果、桃子那些。哦，苹果和桃子是吧？哦，哇，那我在这边再待1个月不就能吃得到了？就是。谢谢。谢谢。好，买了。这条路上有各种政府机关单位，然后还有各种店铺，还是挺繁华热闹的。然后这个财政局的门口居然趴了一只狗，它就趴在门口也一动也不动。这狗啊就堵在财政局正门口，你看起来有点委屈啊，狗子。县城里的狗子特别会找地方趴，它哪儿都不趴，它就趴在这个财政局的大门口。他知道这里有钱，他知道这里饿不着他是吗？你们看这路边走几步就有一株蔷薇科的花朵。哦，这是什么东西？你好，我先形容一下这个是什么？马龙头，马上都有的。马上用的。马上？哦。哦，就是给马拴的那个。对，那个。哦，真好看。拿来摔人是不是？你在说什么？我感觉好像。你在说什么？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一片生活区，这个地方叫阿托卡小康新村。我感觉这个生活区建的跟小别墅的那种生活区一样，每一个都是独栋的。哇，这个路边这房子还真漂亮呢，但是怎么都关门了呢？全都关着门。这边还有一个幼儿园，这幼儿园建的挺好看的，花花绿绿的，我就喜欢这种五颜六色、五彩斑斓的建筑。就是这个巨大的建筑，上面写着“灼灼康巴古道洛龙”。这上面是什么地方呀？哦，休闲的地方是吗？我看看，洛龙赋，这边也写着福建省泉州市。
昌都这边的原件省份应该是福建吧，我上去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能俯瞰一下县城的样貌。刚刚问了一下坐在底下的一个老乡，他可能不太会讲汉语，所以连比划带猜，大概明白这个地方是运动的一个地方。我走到这儿，看到2只马眼，2个人眼瞪着2个大眼珠子看着我，突然有点吓人。唉。这就是洛龙县城的样貌。你看这边这个房子跟新疆那边还是挺像的，都是平顶的。这也能侧面看出来这边的降雨量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这边也有生活在本地的小朋友在往上爬这个建筑，虽然不知道这个建筑叫什么，但是差不多可以俯瞰到整个洛龙县城，还是非常漂亮的这里。昂康也有自己的语言，博后也有自己的语言，哈萨也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各自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很多那种说法都不一样。在这个小县城的话，就是县里面就是有个地方会就那种小县城，然后不是有个小村嘛，他们那边就会说一个语言，然后还有俄西乡那边还会说一种语言，但是大概都能听懂。对。那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能够汉语转藏语的翻译器？你了解吗？你手机软件？因为我之前跟人家交流，人家不会说汉语，我也不会说藏语，交流不了，我就感觉。这种软件上应该没有人。就是只有像你这样比较年轻人会讲汉语，年纪大的很少我碰到会讲汉语。我们那会儿去那个村里逛，然后跟当地人唯一交流的能听得懂，互相都能听得懂的一句话就是听不懂。他只会说一句汉语，听不懂。听不懂，对。我只会说一句藏语叫 just delay。下去找球吧，走吧。小心一点，你小心一点啊。看到球了，在那儿呢。哎呀哎呀哎呀！对姐姐捏住了后脖梗。这是我在洛龙县新任的老师，等会儿他们要教我跳舞。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布鲁卓玛。布鲁卓玛。那你呢？什么？象区卓玛。象区卓玛。我们老师都叫我们卓玛。那怎么区分谁？那全班好多人叫卓玛，怎么区分谁是谁啊？卓玛，我们可以分析卓玛大、卓玛小。哦，卓玛大、卓玛小。对，小的话就叫卓玛小，大的话就叫卓玛大。哦，明白。不是我们自己取的名，有些是师傅取的名，有些是师傅，有些是父母取的。哦。如果没有父母的，就是师傅取的。所以只有女孩叫卓玛，没有男孩叫卓玛。没有。男孩一般叫什么？男孩一般叫公嘎。公嘎。公嘎。我们班有公嘎斗技，有好几个人。好几个人都叫公嘎。对，有些是公嘎斗技，有些是公嘎卓玛。公嘎卓玛。这是一个女生，她一半叫男生，一半叫女生。哦，这样。我在这个县城新交的朋友，3年级的，初一的，还有4年级的。这3个小姑娘都叫卓玛，都叫卓玛。
3位卓玛小姑娘牵着我的手加入了跳舞的队伍。广场中央早已涌起流动的欢腾，藏族同胞们手拉手转出同心圆，挥舞的双手在暮色里画出优美的弧线。我踩着并不熟练的步子，小卓玛们的舞步在地上敲出哒哒的节拍，给予我指引，而他们手心里的温度融化了我的尴尬与不安。舞蹈，这一与人类一起诞生于地球的古老艺术，它越过语言的隔阂，打破文化的界限，让不同的心跳在同一节奏里同频共振，让不同的故事在同一舞步里交织延续。广场边缘的长椅上，白发老者们披着落日余晖，皱纹里盛着笑意，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催促，只有经历时光沉淀的安然，仿佛这舞蹈从吐蕃跳至今朝，从未停歇。洛龙县的硕都镇曾是茶马古道、进藏官道的24个驿站之一。这里曾经商贾云集，马帮携带着内地、印度、尼泊尔等各地的商品在此汇聚，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历史故事？我们决定去洛龙县的硕都镇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来到了洛龙县的硕都镇。这里有一个硕都古城，我们来参观一下。洛龙县茶马古道是最早一条去往拉萨的茶马古道，这个地方曾经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所以这个硕都镇这里还保留着之前的一些古城墙、古遗址。我们今天来这里看一下。我们现在要沿着这个土路爬坡上去，上面那一块那看起来比较破败的，那就是古城墙的遗址了。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古城边上了，这个路真的好难走，高原上爬山真的是一个，哎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哎，从这边走吧。哇，这石头上都刻着文字呢，这是图案还是文字啊？这边的这个石头上都有藏文，但是我不认识。哇，真的！你看，这个上面也有。这边的石头上都有各种的藏文。朋友们，你们看，这个石头上也是有刻着藏文或者是图案的。只不过这石头应该至少在这儿得有个几十年了，能被土包裹成这样。你们看这个石头上，它也是画了一个什么图案，我看不出来。就在这个地里面，它已经跟这个大地融为一体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城墙的脚下了，在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土路，我们可以沿着这条土路一直往上走。在这条路的两旁散落着各种各样刻满了文字和图案的石头，有一些石头它已经嵌到这个山坡上了，
感觉这些石头也有些年头了，要不然它不可能在这个土地里面，在这个山坡上面嵌得这么深。不知道这些刻着文字和图案的石头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也不知道它是早些年这个城墙里面遗落下来的，还是说后面有人刻意放在这儿的。但是就我们目前看来，这些深深的嵌在山坡上的石头应该是有些年头跟岁月了。这个古城墙的洞里还放了一些动物像还是人像？哦，这是一个佛像。这里有个牌子，上面写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硕都古城墙遗址。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些，但是这个门是锁住的，用铁丝拦起来了。硕都镇古城墙遗址的这个山脚下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据居住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村民的回忆，这个古城墙大概始建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也就是15几年到16几年。古代修建这种城墙，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御外敌，比如像我们所熟知的长城，它修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所以硕都镇这个古城也不例外，当初修建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抵御外敌，因为那个时候西藏比较动荡，社会也不稳定，那个年代修建这个城墙的人主要就是平民或者是奴隶，所以到现在这个城墙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当然它现在随着这个岁月的洗礼跟时光的摧残，这些古城现在已经变成残垣断壁了，但是我们依旧还是能够从它的这些仅剩的遗址当中去想象一下当年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景象。在西藏地区，天葬和水葬或许是比较常见的丧葬形式，而在距离硕都古城墙遗址的不远处，却有一片墓葬群，有些墓前还立着一块简易的墓碑。硕都镇清代汉墓群，4000里戍边黄沙埋忠骨，200年守土青史永风流。走，我们进去看一看。这里是一片占地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的清代汉墓群，100多座墓穴已在此静卧了100年时光。里面埋葬的大多是曾经驻守硕都一带的汉族和回族官兵及其家眷，以及一些商人。他们的名字或许从未能载入辉煌的史册，但每一块磨损的墓碑都在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故事。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墓碑，这个墓碑上写着清固显考江公梅老大人之陵墓，同治10年10月23日子时中。这个墓里面埋葬着的人的信息，不过那个时候条件比较简陋，所以也不会说像专门打一口棺材或者什么样，就是拿这个石头简单垒一下就是一个墓。在清代有一些驻藏的清军，他们当时大部分都是绿营，也就是以汉族人为主。当时绿营的特点就是，你士兵一旦加入了军籍，那你的家属也要跟着你到这个驻军所在地去。
这一片墓葬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910年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官员叫赵尔丰，他是四川总督，当时他带兵来西藏这边进行改土推流。那后来因为四川发生了内乱，所以他又临时被叫了回去。当时有一部分官兵被要求退回到硕都镇，所以这部分官兵呢就一直在硕都镇这一片地区生活，然后与当地人结婚生子，一直到后来病死老死。那他们的后代就遵其遗愿，把他们埋葬在了这里。从清朝道光年间至民国33年，这片高原上的汉墓群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墓碑上的字迹被风雨啃食的斑驳，却从未能改变他们的朝向——东方。那是他们的来处，也是故乡的方向。如今，只有眼前古城的残垣断壁和墓地里墓碑上的文字，向我们讲述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也许在某处土地之上，曾有一位汉族青年向藏族姑娘学习如何播种青稞；也许在某处土地之下，一位年迈的老者也曾在汉藏儿女供酿的青稞酒里暂忘乡愁的滋味。这些沉睡在高原的灵魂，从未言说过守护二字，却用日复一日的相守，把边疆的土地悟成了人生的归宿。如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用代代相传的温情续写着他们未尽的守望。真正的永恒，从不是石碑的不朽，而是他们用生命守护的人间，永远有温暖在传承，有希望在生长。这就是我们在西藏洛龙县的全部故事了。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感谢你的关注和转评赞，你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正在自驾川藏中线 G349，下一站我们将去到边坝县，一起去探索棕熊和人类共生的家园。我是牛美丽同学，下期视频再见，拜拜。